我一直对少林功夫丢了，白剑，又一次，完了。泰国拳王提100万奖金来少林寺踢馆，结果惨被武僧少林拳打爆头颅，躺地不起。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为您带来一场少林武僧对战泰国拳王的踢馆大赛。那这场比赛确实很精彩了啊！泰国拳王提100万啊，这个家伙真的提了100万来少林寺踢馆。好，比赛开始呢，蓝色拳套就是提100万啊，他表示谁要是能够打赢他，观众朋友们啊，100万就归少林寺所有啊，当香火钱。哎呦，确实财大气粗。好，红色拳套的光头正是我们的少林真正的武僧一虎。哎呦，这一拳差一点，一虎长得还是很壮啊。那说起一虎，也许您不认识，但是说起他的师弟一龙啊，想必您肯定不陌生了。一龙呢，当年是跟他学习过1年多的武术，但是一龙呢，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假和尚，而一虎他可真是真正的少林和尚，吃素。看一下能不能把我们中国武术的精髓打出来。看到武僧一虎的拳法打得还是很凶狠的。第一回合还剩1分半的时间，可以看出武僧一虎今天的状态也是很火热啊，毕竟是对方来踢馆啊，想要挑战少林功夫的尊严。我们可以看到武僧一虎的打法风格和一龙呢，观众朋友们啊，这确实是有点像啊，几乎是不做防守啊，对于自己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很自信。还有一个是鞭腿扫腿这一块也是可以的啊。他们很少看到直线。可能这个咱们少林武僧团这个绝技里面，包括一些套路动作是扫腿会多一点，摆拳这个动作大开大合可能更多一点。哎呦，这记摆拳打得很猛，但是对手这点头示意啊，意思不够猛。很猖獗，不知道这个举动有没有点燃一虎的这个怒火。漂亮，双方的拼腿，招式很类似啊。我们的比赛是不能搂抱体系的，任何搂抱动作，包括接腿动作都不能有。最后的10秒钟，哎呦，对手还在找机会。泰国选手的膝法是非常重啊！哇，又是一个大摆拳，我觉得大摆拳太重了，非常好。扫腿啊！好，没有错，比赛进入到了今天的第2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武僧一虎呢，在经历了第1回合的热身之后，那么在今天的比赛第2回合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啊？我认为武僧一虎可能是要火力全开了。因为这个第1回合呢，说句实话，观众朋友们打的确实是很保守。哎呦，这脚很凌厉，但对手的距离把控啊很远，很明显啊，他也是不想和我们一虎啊近身缠斗。我觉得呢，如果说我是一虎的教练，我会跟他说，你不要打那么多没用的东西，你可能就是。我们都知道，天下武功出少林，和少林功夫比谁更硬？观众朋友们。这个家伙怀疑啊，他可能是脑子烧掉了。哎呦，这一波中拳打得很猛，但是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命中率啊，一虎的命中率确实有点低。稳一点，再打准一点啊！Five，泰国选手现在示意，可能有点怕这个咱们一虎这个后摆拳啊，但是他可能做一些。又一个摆拳，哦，漂亮，一个中了啊！哎呦，对手还在摇头晃脑，他在挑衅我们。应该紧跟着粘上去。第2回合已经过去了1分半的时间。哦，
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一虎的力量还是很足的啊，刚刚也是把对手从笼边给举了起来。我们少林功夫还是可以的啊，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选手啊，就是在让我这里，在之前。哎呦，这一拳什么情况？这个看都没有看清啊！对方的泰拳王站都站不稳，刚刚应该是打到了一拳，但是这一拳呢是又快又准。好，对手示意自己还能打，观众朋友们，对手还是很猖獗，看一下一虎能不能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有40秒钟的时间，趁对手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恢复意识。哎呦，这一下估计是打不了了。好，这个提100万，今天可能真的是要把这100万啊捐献给少林寺了。最后的20秒钟，对手示意自己还能打。哎呦，这小子可以看出也是一个不舍得花这个钱的人啊。虽然说有钱，我们都知道有钱人有的时候也很抠。哦呦，漂亮，又是一拳。好，最后的时刻，武僧一虎也是不负众望，一拳干翻了泰国拳王，也是成功的为少林寺赢得100万。好，让我们再次恭喜张伟丽被老外打得鼻血不止，一怒之下连砸30多手，当场打废对手，吓坏裁判。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登场的选手，他就是来自于巴西的拳坛悍将玛利亚·桑托斯。这个家伙这场比赛也是有备而来，杀气冲冲。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中方选手张伟丽闪耀登场。这场比赛，张伟丽是东道主，我们是主场作战来迎战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好，可以看到对方的玛利亚这个家伙赛前超重了啊，所以说被我们中方裁判扣掉1分。这也代表着这场比赛会更加精彩。为什么？因为你超重之后呢，扣掉的这1分很重要。那如果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和张伟丽打成了平手的话，那么最终的判罚肯定是张伟丽获胜啊，因为张伟丽呢是有着1分的优势啊，对手被扣掉了1分。那据说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很不服啊，他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秤，观众朋友们，这个不准。啊，为自己这个减重失败找借口啊，所以说扬言说今天要这个打废张伟丽啊，来报复我们中国。哎呦，对手这脑回路确实挺清晰的。好，比赛开始了。那今天的比赛是3回合的赛制，每回合5分钟的时间。对方赛前超重，比张伟丽呢重了1.7磅，大概是不到2斤。哦呦，对手的胳膊确实是长啊。要小心对手的这个换拳。但是张伟丽是练习泰拳出身的啊，有很多关注他的朋友都知道啊，所以说在抗击打能力这一块还是非常的到位。好，这个时候的张伟丽呢是保持一个8连胜的战绩，而且8场比赛，观众朋友们都是 KO 对手。张伟丽今天一上来打的还是比较的稳啊，因为他知道对手来头也不简单。哎呦，这一下！可以看到张伟丽的地面处理很好，没有给到对方玛利亚·桑托斯太多的机会。这场比赛之前呢，观众朋友们啊，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是刚刚在北京站啊打赢了一名中国选手啊，所以说赛前他称我们中国选手都是病猫，他一拳就能打翻一个。哎呦，巴西选手也挺爱吹牛的。哦呦，这一下不过年不过节，对方跪下了。张伟丽这时候还是用腿法去控制这个距离。
们有句俗话说得好啊，一推定3拳。连续的踢腿呢，要破坏对方桑托斯的这个进攻节奏，要不然对方的这个远距离的把控跟点刺，确实对于张伟丽来讲呢，非常的不利。况且这场比赛张伟丽呢还要比对手少了1.7磅。男子比赛那种味道啊。对，拿好防御啊，防御一定要拿好。出腿的时候啊，手要抬高，因为很可能对手会我硬吃你一脚，然后还你一拳。对，就打你这个迎击。对。你看，对方哦，你看，果然就这意识啊。对方桑托斯非常符合巴西选手的一个特点，打法都是很粗糙，但是进攻啊很凶狠。哎呦，要小心！小心啊！最后的1分半。这手臂实在是太长了，对，让你在判断的时候就会有问题。连续的踢腿把控距离。因为他在判断，对手他还要想到自己的。张伟丽今天是很难得在战力上吃了亏。哦，漂亮！哎呦，这里张伟丽也是有点上头了，想和对手去拼拳。对方的头啊，被自己的肩防得不错。对，张伟丽不是，张伟站架还是不太一样，偏正面一点。对。哎呦，这个全吃！对手的身高臂长优势实在是太大了。最后的40秒，哎呦，差一点。这个拳真好啊！对啊，把自己这个身材的这种优势完全给打出来了。好，可以看到张伟丽的重拳呢很难去抓住对手。张伟丽并不是说没有重拳，而今天呢是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打中对手。对手也不和你拼，最后的5秒钟。哦呦，这里真的是虎口夺险。哎呦，这个时候确实是非常的惊险，因为张伟丽刚刚呢已经是很明显晃了啊，在比赛最后一刻。那这个我们平心而论呢，这个哨声啊确实帮助了张伟丽一把。对方桑托斯啊，刚刚有人往矿泉水往胸衣里边倒啊，这个啊可能是一种传统。这场比赛第1回合张伟丽是打得比较艰难啊，对手呢身高臂长，包括体重呢都是有优势。我们张伟丽是身高1.63米，臂展165，而对方的这个臂展呢达到了惊人的1.76，那这个差距确实太大了。当时张伟丽接对手挑战的原因啊，只有一个啊，就是因为对手呢侮辱我们中国人是病猫，忍不了。哎呦，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女时刻啊，大眼睛双眼皮儿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第2回合的表现。那现场的这个裁判啊，托马斯冯，那这个家伙的裁判风格呢是非常的好看啊。双方选手只要不出人命，他轻易是不会叫停，所以说今天也不会例外。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张伟丽多次被重击啊，他并没有叫停。我们来看一下张伟丽第2回合会不会改变战术。很想往里进啊，但是对手的把控确实是太远，而且张伟丽这边的鼻血已经被打出鼻血了。哦，近身拼拳。看一下双方的这个龙边对决呢，张伟丽的力量还是有优势的，所以说打贴身作战啊，应该是不输对手。
小心。不要再换前手了。对，张伟丽的头部啊，确实有点不太。哦呦，这里直接将对手拖入到了地面啊，这属于生吃对手。对方喜欢把控距离，而张伟丽现在不给他距离，我们来近距离的接触。弹得很紧，对，注意啊。好，地面砸击。对，小健桑托斯也有种啊。对方桑托斯虽然说来自于巴西，但是他的柔术很弱。看看能不能压进去，腿甩开。张伟丽现在这个鼻血啊，对，对自己影响很大。哎呦，又进入到地面，可以看出张伟丽今天是不想再放过对手了。但是对手的双手已经搭扣，但是位置，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深。连续砸击，这位置夹的并不是很死。对手的鼻血也被打出来了啊！但张伟丽的这个鼻血啊，有观众朋友们看着确实很心疼。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对，压头，找机会抽腿。对，右肘，肘击，腿抽出来了。好，侧面，对。好，张伟丽终于是拿到了一个可以砸拳的位置，但是选择了砸肘。这的锤击，肘击，砸击。肘尖砸得很深啊！对手已经完全不反抗了，裁判还是不叫停。这个时候如果再砸下去，好，让我们恭喜张伟丽啊！如果再砸下去，观众朋友们，那就是只可能说呀，可能要殡仪馆的车可能要来了。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张伟丽，今天也是完成了一个翻身仗，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翻身仗。那在第一回合呢，面对全面劣势的情况下，在第二回合呢，终于是抓住了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战术的制定啊也非常好，那这也是归功于他的教练团队，确实啊非常出色。好，果然一个人的成功的并不是偶然的。好，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中国女拳王张伟丽斩获了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胜利，很精彩，而且也是以绝对性的一个优势把对手的眼睛啊给打爆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刚的终结回放啊发生了什么，一肘两肘。我的天哪，张伟丽这个时候没有选择砸拳，因为他知道对手的防守很死，那打拳是打不进去的，所以说选择了砸肘。哇，台下的观众已经看嗨了，那我相信屏幕前的您看的也很过瘾。好，让我们再次恭喜张伟丽，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听说明天我的对手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在我眼里就是一帮矮小的东亚病夫，还是让他准备好遗言吧，因为明天我会一拳打死他。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一场中韩大赛的发布会现场。哎呦，这个家伙要干什么？他故意来找茬。可以看到场面非常的混乱，这是一场重磅级别对局。现场的保安都有点拦不太住。好，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啊，由我们中方选手大名鼎鼎的功夫熊猫奥日格勒对战来自于韩国的选手黑帮大哥金在勋。好，想必赛前你也看到了啊，对方的韩国选手太猖獗了。他表示说今天啊，他知道啊，明天他的对手是奥日格勒。他表示要奥日格勒呢先写好遗言啊，否则一会儿上了擂台呢没时间写，因为他会一拳打死我们。这个家伙，观众朋友们啊，放狠话他没输过啊，但是打比赛他也没赢过。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呢，穿着黑色上衣的这个家伙啊，就是韩国黑帮大哥金在勋。奥日格勒比赛开始就示意对手放马过来。这是一场超重磅级别对局啊，也是被称为这个稍有不慎啊，就会被一拳打到魂飞魄散的级别。
确实啊，因为你看奥日格勒啊，300斤将近400斤的体型，对方想摔。那奥尔格勒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的战绩啊是未尝一败，他也是我们中国大级别选手中最猛的一位。这个金在勋难道是疯了吗？他竟然想压制奥日格勒。这个角度我们就很明显了啊！虽然说双方呢长得都很壮，但是放在一块儿，观众老爷，哈哈，这个明显奥日格勒的肚子啊，也就比他大很多。连续顶膝。对方的这个金在勋啊，观众朋友们，我要说一下，真的是很猖獗。他表示说，我打拳击赛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解手瘾，为了合法化的打人啊，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黑社会。呵呵，观众朋友们，这真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奥尔格勒一上来还是比较稳的。虽然说比对手壮啊，但是没有贸然去进攻。对方也是不太想跟奥日格勒打，这时候奥日格勒已经开始休息了。本局比赛3回合的赛制，每回合5分钟的时间。奥尔格勒的拳并不是很准，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只需要打中1拳就可以了。看一下奥日格勒的龙边压制。要说一下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呢，在韩国的首都啊首尔。对手想走，但是奥日格勒的这个体型啊压在他的身上，几乎是没有走的机会。连续击服。奥日格勒的这个肚子啊，这一走路来，观众朋友们都在颤抖。哎呦，对手被逼急了，王八划水。观众朋友们，这个拳法叫王八划水啊！你可以看到打了5拳，1拳没中啊，就像这个王八在水里边游泳一样。最后的1分钟时间。连续的击斧，这个角度对于奥尔格勒来讲呢，他的重拳啊发挥不出来，但是这个打击频率还是非常够用的。这场比赛的台下观众呢，据说啊来了500多号人啊，都是这个金在勋啊，现在挨揍这小弟啊，他们说表示要支持自己的大哥。最后的时间，奥尔格勒还在找机会，还是需要热身。奥尔格勒第1回合的表现呢，打的并不是特别激进，很稳。那对方的金在勋啊，这个家伙也不再翘2郎腿了啊，也不再这个推搡啊和嚣张了。原本啊在赛前嚣张的观众朋友们，原因是因为身边有人啊，他知道有人会拦住他，所以说他很嚣张。然而到了擂台之后啊，等真章的时候，这个家伙却怂的啊，确实像一条丧家犬一般。
好，稍作休息，看一下奥日格勒在热身完毕之后呢，比赛的第2回合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的表现。 그걸 어느 정도 읽는다면, 파악을 했다면, 퍼컷이라든가 다른 공격을 또 들고 나올 수도 있습니다. 경계를 해야 되겠고요. 네. 2라운드입니다. Seconds out. 김재훈 선수의 2라운드. 김재훈 선수의 세컨 쪽에서는 아우르거러가 지쳤다라는 이야기를 해줬습니다. 같이 체력을 사용할 수밖에 없는. 哎呦，这个家伙在干什么？在和空气进行这个打拳在躲空气。 2라운드 시작했습니다. 好的，费特比赛第2回合。 선수 달라진 건 굉장히 여유를 보여주고 있는데 급하지 않게 경기를 이끌어간다는 게 哎呦，对方金在勋很急。 상당히 발전한 성장한 모습이라고 평가할 수 있겠습니다. 맞췄던 아우르거러입니다. 你别看奥日格勒胖但是奥日格勒非常的灵活，他是个灵活的胖子。 빠져주는 김재훈. 좀 끌어들이는 걸까요? 네. 자, 오버핸드 훅은 잘 통하진 않았었습니다. 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认为奥日格勒今天会在第2回合 KO 对手吗？ 这场比赛奥日格勒很明显他就是在玩耍对手，打得并不是很激进估计呢是想多折磨对方一会儿，给对方希望让对方感觉能打败自己。果然奥日格勒这个还是懂点孙子兵法的，杀人诛心。 김재훈 공격 2라운드 시작하자마자 한번 나오는데 아직 나오지 않습니다. 哎呦，这里奥日格勒看准机会。 KT 쪽에서 시간이 지나고 있습니다. 글쎄 해주고 있습니다. 아우르거러의 집중력이 좀 떨어질 때를 노리는 것 같거든요. 네, 맞아요. 好，那前2回合呢，两人打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枯燥，但是接下来第3回合，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奥尔格勒在隐忍了2回合之后，第3回合的表现，一上来连续重击，高边腿踢倒了，连续的砸击。裁判还在看，还不叫停吗？ 400斤的肥腿压在对手的身上，对方的韩国黑帮大哥如同丧家之犬一般。哎呦，让我们恭喜我们今天的中方选手奥日格勒进行了3回合的苦战，最终呢也是凭借彪悍的铁拳我们不玩了。这场比赛到底打多久这完全看奥日格勒的心情他想打1回合就是1回合，想2回合就2回合这是我们的实力。 只有真正的强者才可以主控比赛那观众朋友们，您觉得我这句话说的没问题吧？好，这场比赛的话，奥日格勒在和对方韩国选手的对拼当中呢，虽然说前2回合打的相对来说比较保守那当然了，那常在河边走，还是要小心不要湿了鞋。好，这场比赛对方的韩国黑帮大哥也不狂了，二郎腿也不翘了，他也不再嚣张了我们的功夫熊猫奥日格勒狠狠的给他上了一课。这小胖奥日格勒确实也是累个够呛好，这场比赛让我们再次恭喜奥日格勒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回放。这波应该是先打了一个顶膝，这一下站不太稳了最终是一脚踢倒。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应该叫停了，但是裁判呢给了对方韩国选手一个机会但是我更多的感觉呢对方的这个裁判应该是想让奥日格勒多打他一会儿估计他也很讨厌这个韩国选手。果然韩国选手在全世界都不遭待见更何况今天还是一个美国的裁判。好，最终恭喜身披红旗的奥日格勒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赢的人坐上了救护车，而输的人却一脸轻松和你挥手致意。中国重量级拳王张志磊在和克罗地亚名将赫尔格维奇的较量当中，全程重拳轰炸，以近乎碾压的姿态打得对手头破血流，要如狼狈有如
对手在赛后第一时间就送进了抢救车拉去抢救。不过比赛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连裁判都懵了。比赛结束了，虽说裁判判我输了，但是在我心中我赢了。回到双方的这一场比赛，当时扬言要 KO 张志磊的赫尔戈维奇，怎么也没有想到，年近40岁的张志磊重拳将来得如此猛烈，首回合就没有顶住压力，惨被重拳读秒。在第二回合，面对张志磊的强势压迫，赫尔戈维奇尝受重拳击退，不料根本造不成任何威胁，根本打不动张志磊。可以说，只要张志磊自己的体能不出现问题，对手就绝不可能对他造成任何威胁。第三回合的张志磊先下手为强，仅用一拳就让赫尔戈维奇的脑袋挂了彩，狗血淋头。面对小了自己9岁的赫尔戈维奇，无论是对方14战全胜的战绩，还是巨人的称号，张志磊都没有任何畏惧，全程都表现得相当强硬。Back to that left cross. Nice left. Just when he gets backed up, he doesn't land. Zhang, he beats to the punch. Yeah, nice look. He's trying to put combinations. Zhang is taking these on the gloves. 当比赛来到第4个回合，无论赫尔戈维奇怎么努力，就是打不穿张志磊的防守。而这一场比赛，张志磊为了稳妥起见，得了不慌不忙的匀速前进，争取用最少的体能打出最好的比赛。毕竟张志磊已经39岁，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对手，而是。Yeah, that's on Sergevich. Good shot there. Zhang. Combinations together. 曾经打过最强大的对手，不过才2星而已，和评级4星半的张志磊比起来，根本不能相提并论。Good from Hergovich. From the man from Croatia. 对方这 No, open it up. Left hand for the Chinese man. Hergovich, it'll be fascinating to see if they're an issue. Spears in a... 当比赛来到第7个回合，也正式进入到比赛的中后期，也来到了张志磊比较弱势的一个阶段。但张志磊依旧保持着极强的进攻状态，不断向赫尔戈维奇发起猛攻，而赫尔戈维奇的抗击打能力也令人惊。当比赛来到第9个回合，受制于年纪和体能上的问题，张志磊的进攻频率越来越低，不过表现的依旧是相当的稳健。张志磊就像一个猎人一样，有着极强的耐心，他不断在等待着赫尔戈维奇露出破绽，给予对方。张志磊抓住了对方的破绽，连续的重击，自认为自己很有实力的赫尔戈维奇，也仅仅在比赛的最后2个回合开始了全面的反击。但即便如此，张志磊依旧是非常坦然的接下了对方的重拳。即便此时他已经没有了体能，但是顽强的意志力一样可以。Causing the slip in the center of the ring. Up and here comes Hergovich. Yeah, brilliant. Right hand, and it gets. But Zhang comes back 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The big one. Just a couple more rounds here. She gets knocked out, but that was good from Hergovich. And especially in heavyweight boxing, he'll slip onto a bit of Hergovich. Haven't looked particularly sharp. Do you remember Andrew Galopin? You know,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Just strumming. He just walks away and doesn't take his... Oh, good work from Zhang. And he's got a minute left. More, something like that. 在比赛第11个回合，张志磊不慎滑倒，但赫尔戈维奇却对着张志磊的后脑补上一拳，这种趁人之危的表现真是令人作呕。当双方的比赛来到第12个回合，而比赛的 It'll be interesting. Let's take a penny for them. As the fight's gone on, this fight going to be will the judges be able to split them? Oh, good shot. It's a good body shot. And again, and the effort that these two have put. It's the judges. Oh! 比赛结束了。注意看，嚣张的黑人拳王下手狠毒，招招致命，竟然违规将中国选手打成重伤。现场倒地的中国小伙翻着白眼儿，浑身抽搐，随时都有丧命的风险。现场初步诊断是重度脑出血，随时都有可能会丧命，只得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手术。虽然说比赛受伤在所难免，但是违规下死手，未免太不把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擂台放在眼里。而获胜后的黑人选手洋洋得意，举起了奖杯，还跳起了舞蹈，嘚瑟庆祝。
然而就在这场比赛过去还不到3个月，他又一次来到了中国，挑战中国散打队长姜春鹏。在发布会现场不由分说就把姜春鹏按到了桌子底下，还对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破口大骂，这已经是欺负人欺负到了家。见黑人拳王越来越嚣张，我国的不败王者死神方便主动请缨站了出来，宁可搭上性命以及不败战绩，要和他一决生死。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可谓是一场不败对战不败的对决。我们注意看，红方选手死神方便在迎战马库斯之前啊，这个大老黑之前啊，他是不败王者。而这个马库斯在迎战方便之前，他也有着对华6年不败的战绩，6年9胜，可以说把我们中国拳坛啊打了个遍儿，已经是没有人啊敢和他打啊，他便越发猖獗，挣着我们的钱啊，还打着我们的人。其实赛前啊，方便的团队、方便的经纪公司呢是不建议方便打的啊，不是不建议，是不想让他打。因为方便毕竟作为一个不败王者，多年以来累积的不败战绩和名号啊是不容易的啊，打对方风险太高。哎，又是一个违规顶膝，方便也很无辜，我都要倒地了，你为什么要顶我呢？对方也表现出了超高的演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估计对方的心呐和他的肤色啊一边黑呀。从体型上来看，方便的确是要比马库斯啊瘦上不少。我们是差了一个级别啊来和对方打的。可以说这场比赛让所有的观众啊都是屏气凝神啊，都不敢喘大气。哦，两个人较上劲儿了啊，方便想摔对方，对方也想摔方便。这个贴身带摔啊没什么用啊，但是能够狠狠的挫士气。漂亮，前手打中了。马库斯搂住方便之后还想摔我们啊，两个人真是较上劲儿了。哎，我们看这是马库斯脚底下使了一个绊子啊，绊倒了方便。方便摊开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没什么意义啊。但是你和这么一个不讲武德、不讲规矩的人啊讲道理，那是没有用的。好，柳龙劈挂，这是方便和刘海龙学的招式，也就是用脚丫子啊踹对方的脸。两人都很紧张啊，你看马库斯这也是为数不多啊，这个很频繁的搂抱对手的一个比赛了。以往的比赛他不会这样啊，他只会猛打猛冲。但是今天面对不败王者死神方便，他心里边也没有底。应该方便不占优势。对。哦，马库斯这个搂住以后的这个膝啊，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到方便身上的血就打了。方便有一个重击啊，双方两个人都有重击啊。我觉得方便这场比赛是拼了，为了自己的荣誉。其实看得出来，方便也非常的轻松，还是我们注意看现场的观众啊，都已经是高兴到蹦起来，可见中国的拳迷粉丝啊，内心已经压抑很久了。见这个马库斯在中国横行霸道啊，今天终于有人啊替我们出了一口气。好，现在是双方第二回合了，看一下方便能不能够 K 掉对手。对，这个向上，随时1秒钟。这是什么情况？第2次击倒马库斯，我觉得方便不会再给马库斯机会了。又一次击倒。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回合2次读秒，再来1次，方便就可以终止比赛。我们看方便已经冲上去了，对着马库斯的脑袋疯狂的摆拳。这个时候马库斯没有反抗能力了，倒了，比赛结束，3次读秒。来自于加拿大的不败王者西蒙马库斯终于倒下了。好，他还摊开了双手表示不服，但是已经3次读秒了，你有什么不服的？这是比赛规则呀。这场不败王者对战不败王者的比赛终于落下了帷幕，让我们恭喜死神方便啊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一刻。现场的主持人郭晨东都哭了。Stoppage of the referee. 1 minute 5 seconds of round 2. 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方便。获胜方式方便，方便至今不败。目前世界排名第1，有请邱建良。哇，漂亮！
伊萨还是说不是被踢倒的啊，是脚下滑倒的，在纸地上。西班牙巨人被邱建良的神龙摆尾一脚干趴，站起来之后却一脸不服，怒骂中国的裁判。下一秒被邱建良乱拳乱腿打得生不如死，抱头鼠窜。我的拳头专打中国人，只要邱建良敢站在我的面前，我就敢保证亲手打死他。我们有请来自西班牙伊萨查蒂。好，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巨人拳王伊萨查迪。超强的身体天赋为他带来了极远的打击距离，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进攻每一个对手，但很多对手却拿他束手无策，根本没有办法。因此他在国际拳坛很少有人能够和他抗衡。目前世界排名第1，有请邱建良。好，这边我们的中国坦克邱建良已经登场了。虽然说邱建良的身高和臂展都和伊萨查迪有着天壤之别，但邱建良就是要不断的突破挑战自我。邱建良永远不会待在一个地方，待在一个舒适区一直安稳的过下去他会不断的挑战自己，向更高更强的对手发起挑战。不过这场比赛伊萨查迪不仅有着极强的身体天赋，而且手握27场胜利，而且还有着90%的 KO 率，也使得邱建良和伊萨查迪的这场比赛充满了巨大的变数。好，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注意看红方邱建良，蓝方伊萨查迪。对方的腿很长重心绝对是不稳的。好漂亮，哈哈，说到重心不稳，一上来就破坏对方的重心，这就是邱建良洞察比赛的能力他知道对方的弱点在哪。我们经常说邱建良的拳商高这就是拳商高的体现。不过还是那句话，伊萨查迪的话身高庞大，拳还很重，他随时对邱建良都充满了威胁。不过邱建良最大的优点在于他有移动能力比较强比较灵活。转身摆尾没有踢中，有一个的确是不好踢，因为现在的距离把控在对方的手里。伊萨查迪是居高临下以高打低，他很舒服，他可以这个高边腿有点危险，他可以随时观察到和测到邱建良的一个进攻距离。赛前这个伊萨查迪他也吹牛说他的拳头专打中国人。观众朋友们，这就是单纯的吹牛了因为很多老外呢来我们中国打比赛都喜欢先吹上一番牛然后呢这个激怒我们。但是今天他惹错了人因为邱建良的头脑很冷静，他这一套小儿科让人感到非常可笑的行为呢，在邱建良看来就是非常可笑就是一个小丑。这是一个假动作，假装想踢。比赛的举办地点是在我们中国上海。漂亮，这又是一个破坏重心的腿法，专踢对方的这个后腿，对方起腿的瞬间踢他的这个支撑腿。哇，对方的这个组合拳法还是很吓人的虎虎生风漂亮，这下打跪了，又是破坏了重心。对伊萨查迪这么重心不稳，一方面是他个子比较高而另一方面是他呢这个拳头都是把自己抡出去，导致重心本身就不太稳。邱建良，漂亮，后手直接打，转身后身，好的，前手把对手打退了，跳膝，哇，直接把对手。对，这个，因为这个伊萨查迪看到对手进攻很猛，所以主动选择去缠抱。对，邱建良直接把他一个带摔出去。双方可以说一个先犯规在先，然后另外一个以犯规来报复。这个属于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样一个状态。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在第一回合，双方可以说是平分秋色都没有太明显的优势。硬要说谁有优势的话，是邱建良略占一点点的小优势。漂亮，转身的神龙摆尾，超近距离的。好，第2回合，邱建良开始尝试打进对方伊萨的内围了。伊萨呢的确很喜欢拼拳，不过他需要一个舒服的距离。这个顶膝，邱建良有些慌了。第一时间赶紧搂抱搂住对手来缓解一下。
很聪明啊，这个战术和灵活的应对，老江湖了。只有老油条在这个搏击擂台面对这种突发情况啊，才能有这么快的一个应对方式。距离的变化。刚才其实我还在想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伊萨查迪如果说他这个进攻的非常的犀利的话呢，他这个可以说在场上是用霸王龙来形容。而邱建良在场上更像是一只迅猛龙。哦，后手摆拳，两种不同状态的打法，让我们来看一看。裁判提醒不要缠抱，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对手刚才顶膝啊，威胁很大。哦，漂亮，直接踢到了对了支撑脚。看来刚刚对方的一个飞膝啊，对邱建良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现在已经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啊。坦克的名号果然不是白叫的。最后的伊萨，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对于备战来说，制定战术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邱建良来说，现在呢，在场上我们看到应对的方式还是非常的科学的。转身后漂亮！伊萨还说不是被踢倒的啊，是脚下滑倒的。这个伊萨在站起来之后呢，还嘴硬呢啊，说自己不是被击倒的啊，是地上有水。他这一下是得罪了好几个人啊，既得罪了邱建良，又得罪了裁判，又得罪了赛事方。你说地上有水，这不是质疑赛事方这个专业能力吗？看来这个家伙的情商啊和拳商都不如邱建良。好漂亮，换拳。刚刚邱建良有一个经典的后拉式的摇闪。非常的厉害啊！腰间核心控制力又一个，哇！邱建良的腰啊，太厉害了。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个火力很猛的选手，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火力完全发挥出来。哇！连续倒地多次，都是被踢了这个支撑腿。而且这回合两个人都非常乐意于用这种转身的这种动作。裁判再次提醒伊萨不要缠抱，两个人换正蹬。对，说实话，这个缠抱他已经是吃了好几次亏了。对，被邱建良带摔出过擂台一次。好，这时候趁着比赛中场休息，我们来看一下邱建良的那记神龙摆尾到底有没有踢到这个伊萨查迪。注意看，哎呦！这就差把对方的脑袋这个切开两半了，他还在嘴硬啊，说自己不是被击倒的，是不是脑子被踢傻了？好，这边双方第3回合比赛继续，最后一个回合了。伊萨查迪的超强身高和臂展在邱建良的身上是没有任何发挥的空间呐，因为他的速度啊没有邱建良快。不仅不是快，是差了很多呀。邱建良呢，在场上呢，在进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种动作，包括眼神去迷惑对方。伊萨呢抱怨几句，但是你去缠抱对手，对手来打你，那有什么办法呢？是。裁判又次提醒，第2次，对，不要缠抱。后手。高扫，将擦过，漂亮！打身体，连续的打佛上勾，伊萨提膝，邱建良跳膝挤到了绳脚，连续输出。哇，伊萨还没有从这个绳圈出来。最后一个回合，现在已经成了邱建良单方面在吊打伊萨了。这个来自于西班牙的巨人，很明显，他的体能和他的状态已经到达了极限。在对战邱建良之前，他只输过2场比赛，恐怕今天结束之后啊，应该是要变成3了。右扫支撑腿，在倒地之前被对手又挨了一拳。是，你看这扫了之后有点已经站不起来了。对，这个是有这个积累的伤害的。漂亮！直接击倒了，直接击倒了，是一个前手的平勾。我们看脚下已经发软了。哎，还真别说，这个伊萨查迪还很顽强啊，这个时候还不认输。邱建良又冲过去了，想要进行最后的终结了吗？哇，连防守都很吃力了，只能是抱头防守。想要搂抱，但邱建良的拳法非常的猛，火力全开，哇，有爆头。伊萨查迪在不断的后退。最后的30秒，对方的话是希望自己的战绩好看一点啊，不要被 KO。但邱建良已经是玩嗨了啊！现在已经是不把比赛当比赛，当成了表演赛。来踢支撑腿，
后手又一次被击倒。裁判觉得这是被推倒的，所以没有读秒，显得非常的难以支撑。好，比赛终于结束，3回合的大战没有产生 KO 啊，我觉得这个比 KO 还要精彩啊！对方的话也的确很顽强，而邱建良的火力也不愧对于坦克的称号。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邱建良，没有意外拿下了胜利。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开场就被飞身一脚踢翻在地，全场的韩国观众无论男女都激动到站起来鼓掌，武僧义龙万念俱灰，而韩国主持人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好好请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而下一秒，认真起来的武僧义龙拿出了真正的少林72绝技之一的扫堂腿，踢得韩国冠军屁滚尿流，当场小便失禁，尿湿了裤子。这一幕让韩国的女观众一脸蒙圈，他们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个一脚将武僧义龙踢倒的男人，正是来自于韩国的跆拳道冠军闵永珍。在比赛没开始之前，他就嘲讽我们中国武术和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在我看来，中国功夫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我将会证明跆拳道的强大。好，我们再注意看武僧义龙登场了。虽然说武僧义龙名声在外，有好有坏，但此时此刻，观众朋友们要注意了，我们打的是韩国棒子啊，我们必须要齐心协力，一致对外。而且要知道，韩国人曾经可是说过，说我们中国武术，说我们中国的4大发明都是韩国发明的啊。因此，我觉得不管你对武僧义龙有什么看法，对武僧义龙有什么偏见啊，此刻我们应该是齐心协力，可不能出现内部矛盾，让这帮韩国棒子看了笑话。我们看武僧义龙表情凶狠。因为这场比赛有点特殊了，我们并不是在国内打的啊。武僧义龙走出了国门，来到了韩国首尔。他不仅仅代表自己，更代表我们中国武术，更代表中国人。闵永珍，蓝方是武僧义龙。那么通过双的出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这个闵永珍是练跆拳道出身的啊，因为他穿这个身的道服出场了。小胡子，我们一看到，他想在2013年的比赛里面有一种新的表现。我们看此时台下的韩国观众啊，像过年一般，而武僧义龙则是一脸的生无可恋。看来这帮韩国棒子果然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世面。难道以为击倒我们一次你们就赢了吗？漂亮！这是一个少林72绝技当中的扫堂腿，玩腿法啊，小棒子你还嫩了点。我干扰。继续全身心的投入比赛。武僧义龙这种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大，尽管我们看到这个闵永珍用他这个跆拳道的什么旋踢动作啊，包括扫踢动作了、横踢动作了，但是在武僧义龙面前一一化解。看，这是闵永珍准备利用一个转身后旋踢，被武僧义龙化解掉。要知道武僧义龙这个抗击打能力，哇！现场的韩国观众上一秒还在集体兴奋，现在的话是鸦雀无声啊！因为此时此刻，他们的韩国欧巴、韩国男神啊，被这个武僧义龙真的是单方面吊打。对方击倒了武僧义龙1次，而武僧义龙现在是成百上千次的还给对手。还什么韩国第一腿，我看他是韩国第一嘴巴啊，就会吹牛。你看这个闵永珍，虽然说招式看起来那是大开大合，挺唬人的，他仔细一看，哎呦，漏洞百出啊！没错，给我跪在地上。这个中腿动作没关系，继续上。他没有拳法啊，他更多的利用这个旋踢腿的动作。你看他这个头部的，哎呦，现场的韩国美女观众啊，都哭了。但是说句实话，看到他们哭，我就想笑。这场比赛是跆拳道和中国传统功夫的一种较量。哎，随着韩国拳手又一次被击倒，刚刚好，铃声敲响，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其实啊，这个韩国棒子说我们中国足球不行啊，我们其实也就忍了啊。那没办法，我们实事求是的讲，的确不太行。但你要说我们中国武术不行啊，不如韩国跆拳道，
那我们绝对忍不了。而且行与不行啊，也根本轮不到你个韩国小棒子啊来这个评头论足啊。哎，我们看武僧一龙眼神很凶狠。第二回合比赛继续。武僧一龙更加全面，我们看到这个林永珍，你虽然练跆拳道，你只有这种腿法进攻，但是你这个上三路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和进攻动作。你要知道，自由搏击是靠上三路、下三路的自由的组合来显示你对手的实力。哎，第二回合情况不变，这个韩国小棒子啊，不是在躺，就是在躺在地上的路上啊。给大家科普一下，在韩国跆拳道分为2个流派，叫 WTF 和 ATF。那这个 WTF 呢，就是我们平日里能看到的啊，这个踢木板啊、劈砖头，表演性质居多，没什么杀伤力。而这个 ATF 啊，有拳法有腿法，的确是有点杀伤力。那今天很明显了，这个闵永珍啊，没什么拳法，他很明显是 WTF 流派的一个成员。说白了啊，他就是一个跳舞的，他就是个卖艺的。放心大胆。 일롱 조금씩 다가옵니다. 레프트 던지고요. 무릎 공격. 现在场上完全被武僧一龙牢牢的控制着。 그렇습니다. 두 선수 모두 다 이게 킥복싱이라든지 KO 룰에 맞춰서 하는 움직임 전혀 아니고. 다만 이제 지금 민영진 선수가 로우킥 쪽에 좀 쌓이는 그런 인상이 좀 나오고 只有招架之功，无任何还手之力。武僧一路继续进攻，扩大战果。 민영진 선수 지금 다리 왼쪽은 이미 충분히 좋습니다. 武僧一龙说：“我踢，我踢。” 你不是跆拳道冠军吗？我踢，我踢，让你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我踢，我踢，让你站不起来。 的确，看情况应该是站不起来。韩国的女观众是掩面痛哭啊，哭就对了。不仅你们掩面痛哭，你们的韩国欧巴、韩国男神啊，这都尿裤子了啊，被打尿了。原来韩国的跆拳道冠军啊，实战就这水平啊，吹什么牛啊！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来我们中国参加比赛，恐怕连少儿组的铜牌他都拿不着啊！比赛让我们恭喜武僧一龙战胜了韩国选手，客场扬我国威。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